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我是你们的朋友 Hex。那本期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里巴巴推出的一款手机端的一个智能体。那这个智能体的名称是叫 Mobile Agent， 它是分了很多的一个系列啊，从 V1、V2 一直到最新的一个 V3.5。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 V3.5，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拿到了 8.3K 的一个 star， 整体来说的话，它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啊。那我们现在看一段视频。那这个视频是它官网的一个宣传，它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需要这个 agent 在手机端去统计一下小红书还有抖音呢这两个平台摩搭这个社区的一个账号的总粉丝量啊。我们可以开始看一下。当它开始执行的时候呢，它左边就开始进行一个截图分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了，它边在处理的边在分析，然后右边的话，它已经进入小红书输入这个摩搭社区的一个账号。他这里已经看到这个账号的粉丝量了，他会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知道是1.1万，然后接下来他都会退出，他再进入抖音啊，去继续去操作。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是比较快的啊。好，他再次输入这个账号名称，对，然后呢才去搜索啊，去找他的一个粉丝量，对。那到这为止呢，它的整个流程也就结束了，它会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统计。那我本期呢，也要带大家在本地手把手的部署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体，来让你去自动操纵你的手机，好吗？那因为它还是老规矩嘛，因为它官网的这个文档啊，它是分的很多系列的啊，但是它写的其实不是很详细，它主要是一些成果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它这个 V3.5 最新的这个版本里面，它是分成了很多系列的。它比如说有浏览器的一个 agent， 有那个计算机，有的是那个PC 端的一个智能体，以及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手机端的一个智能体。那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这一块。然后呢，它的这个文档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呢，这里是分的有很多不同性的一个模型啊，有2B 的，有4B 的，以及到32B 的。那都是可以部署在本地的啊。因为我本机的那个显存它只是有16G。对，所以呢，我这边有实际测试过，16G 的显存最大的支持就是这个是4B 的模型。对，然后呢，模型要去含进费自去下载。对，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它给的具体的文档的，就是比较粗啊、对新手不是很友好，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坑啊，有很多的一些详细的细节，它没有展开。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只给出了这种 API 部署的一个方式，它没有给出本地部署的方式，但实际上它是给了模型参数权重的，都是可以完成本地部署的。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接下来就按照我这个文档给大家详细来讲一下，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的本地部署。OK，因为涉及到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电脑端的配置，有手机端的一个配置，所以还是那句话，干货比较多，请大家耐心看完。只要您按照我的一个操作去部署，我相信您也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部署。OK，首先呢，它的操作系统的没有特定的要求，我这边是Win10啊，Win10应该也是可以的。然后 GPU 的话呢，大家要记住就是显存一定要不得少于16G 啊，因为对刚才有提过。然后我这边是在 WS2 里面去操作的，就是一个 Windows 的一个子系统 Linux 的啊。然后呢，这些课程相关的这个资源链接这些，我都会放在视频评论区置顶，大家可以直接拿过去用，好吗？OK，那我们现在开始，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的话，这里是 Windows 里面去安装这个 WS2。那这里我之前的视频其实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那我就不重复给大家去安装了啊，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好吗？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安装一些小的一些工具，比如说 Git 呀、wget 呀这些等等的，这个东西你不用去特意安装，在第一步安装 WS2 的时候呢，它就自带把这些小工具同步都安装好了 ，OK。对，然后第3步的话就是要安装这个 Miniconda， 就是 Python 的一个包管理器。那这里的话呢，我之前的那一期视频也讲的比较详细，所以呢，我这个就不带大家再重新去安装了，因为一个是什么我之前已经安装好了，另外一个也不耽误大家时间，可以吗？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之前的视频。对，然后我们从第4步开始。对，第4步的话呢，首先你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仓库复制一下。对，我这里也是已经安装好了，我带大家看一下吧。就先进入这个目录，对，然后我来到我的一个目录文件夹，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有一个 Mobile Agent， 我这里安装好了嘛。然后你的话呢，你第一次没安装的话，你就要输入这条命令啊，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一下，
啊，就是 git clone，然后把这个链接在哪里呢？它就在这里，就是你点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点了这个复制，对，然后呢，它就可以下载到你的本地了啊，就是类似是这样的。对，然后你点下回车就搞定了。那我这里呢，我就不徒步安装了，因为我已经装过了啊。OK，我们进去，来到这里之后呢，它这里的目录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只要关注这个 V3.5啊，其他信源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 modus 文件夹，这个是我自己给它新建的啊，就是用来下载那个4B 的模型，它初始的目录是没有的。OK，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说。到这一步为止，我们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拷贝好了这个项目了。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下一步，去把这个模型权重下载到本地。那首先呢，我们就是make，就是我们串接一下本地的文件夹嘛。你把这个 modus 给它串联一下，输入这个命令，然后回车啊，按这个时候中把这个模型文件夹给串联好了。然后串联好之后呢，你再切换到这个目录里面去。对，这里呢，你再建一个这个文件夹，因为我这是4B 的，你就把这个名字可以给它复制一下。啊，我可以看到啊，我这里是4B，我就把这个名字复制起来，然后呢，在这里再去串一个文件夹啊对，然后呢，点回车就好了。好 OK，又再进去。那这些权重我是已经都下载好了啊，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命令去给它去下载。模型的下载过程呢，其实速度还是会有一点就看你的网速。然后呢，你要选的一个竞价源，我之前也有提过，就是 Hugging Face 的要设置竞价源啊。竞价源在哪设置呢？我给大家顺便提一下。我们来到这个目录啊，我们打开这个 Bash RC 文件，好 OK，打开之后我们来到最下面，这个大家只要看这一条就好了，其他你是可以先不用管，就是你把它这个 Hugging Face 的这个 endpoint 把它配置成这样一个地址啊，这就是 com 结尾的啊 OK，然后呢底下这条你也可以去配一下，就是那个 pip 源安装的一个命令，它是可以配置成这个清华的一个源。对，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这样下载速度会更快啊。其他这些你可以先不用管。对，OK，那这里配置好之后呢，就是接着往下走了。那就是首先呢，大家要装好这个依赖，就是 Hugging Face 专门下载模型的这个命令啊。好，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首先应该是创建那个虚拟环境，我说错了，应该把这个地方给它补起来。对了，你看一下，输入这个命令啊，对，可以看到吗？对，然后可以给它加个杠 Y，就是确认。然后你点回车，它就是创建好了一个 Python 3012版本的这样一个虚拟环境啊。这里我也创建好了，我都不再重复去创建了啊。大家创建好之后呢，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虚拟环境给它激活，对，就是 conda activate，然后呢点击回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环境就已经激活了，对。然后呢，激活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在里面再去安装刚才讲的这个 Hugging Face 的这些命令。我们安装好这个命啊，大家记住这里是有双引号的啊，然后这里要加上那个 CLI，也就是命令行格式。我们把它点击启动啊，它就也到我们本地给装好了。那装好之后，你还要在 Hugging Face 去配置一下它的那个 token 啊，这样的话你就之后下载模型就很方便了，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了。对 token 怎么配的话呢？之前我上一期的视频其实也有讲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简单。OK，那到这一步为止呢？安装这个依赖就装好了，这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用这个命令行去下载这个模型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命令给它敲进去。对，我们要注意这目录要输对啊。首先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 Hugging Face Clean 它是一个下载的一个命令，然后呢这个 download 就是要去下载，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全称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复制的，大家注意。就是Hugging Face 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它的一个 CO，就是它官网。那这个 COM 的呢，是我们的国内的一个源，你可以点它这个地方点复制，它把这个名字就给它全部给它复制过来了，也就是这一段。对，然后后面再输入这个本地的文件夹，就是你要下载在哪里啊？我们是要下载的这个 modus 这个目录上面对吧？对，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你现在要切换到你的那个目录里面去，不然的话它路径是错误的啊。Mobile Agent，我们这个时候你看了，它的目的就是一个 modus 在这里啊。这个时候你再把刚才的命令给它输入，对，
你再输入刚才这条命令。然后你点击回车啊 ，OK， 它就可以帮你去下载下来了。那整个过程的话，大概要20分钟嘛啊，这个模型，对，这个4B 的模型啊，因为40亿的模型呢，它在整个系列里面，大家刚刚也可以看到，它最大的是有32B，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参数量较小的模型，所以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局玩会稍弱一点。就说白了，它能力可能还是没那么强。但是在我们本期在后面给大家演示的这个过程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可以处理很多事情的。对，那到这一步为止呢，刚刚我们提过了，这个训练环节也穿过了，对吧？然后模型也下载好了，OK，那我们就安装一些 Python 的依赖。有哪些依赖呢？就是有这些依赖，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按照我这个图片给的这个效果去安装就好了。就是这些包，因为在官网呢，其实它只给了前几个，那我实施下来，我们还要安装这个 VLLM，对，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加速推理的啊，它实际就是在 WS2 里面呢安装的话，其实也方便。对，你把它都装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已经把电脑端这一块的一个依赖基本都配好了。对，然后呢，再到了第8步，第8步就是我们手机端要安装这个 ADB。ADB 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其实视频有讲过啊，就是那个 Full Driver 这一系。这里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去控制安卓的一个软件嘛，就是电脑控制手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啊，它是用命令行去操作的。对，然后我们首先要执行这一条命令，就是执行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条命令就是更新一下你这个 update， 还有更新那个速度，对，把它更新起来。更新好之后呢，我们再去安装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下载链接我这里也给出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里。双击打开一下，对，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去点击下载就好了，就比较方便嘛，就给你下载适用于 Windows 的 SDK 啊，或者是说 Linux 的，这里选择 Windows 的吧。对，你下载好了之后呢，就按我上一期视频讲过的嘛，好吗？我也不去细讲了，因为这个地方它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对，你抓好之后，然后就是把它放在你的路径，然后呢给它加到环境变量里面去，对，然后呢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去写入这个 wrapper 啊，具体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期那个手机 agent 的那一期的一个视频，他讲的确实很详细，我这里就不复述了，好吗？对，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我都会一一进行回复的，好吗？OK，那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的那个 ADB 就也已经下载好了。对，ADB 下载好了之后，我们需要在手机端给大家开启这个开发者模式啊，就是要开启开发者模式，要进 USB 调试，还要选择 USB 开发这几个选项。那大家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操作。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在手机端开启开发者模式。那首先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电脑端的 USB 数据线是连接上我们的手机，然后我们不能选择请充电，我们要选择传输文件。然后在这里我们选击左下角的设置，打开，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上面的我的设备，然后呢，我们向下滑动，这里选择中间的全部参数与信息，然后我们再向下滑，我们点到这个 OS 版本，对着它多点几下。好，它会让我们输入这个锁闭密码，这个时候我们输入自己密码，你点确定 ，OK， 现在它告诉我们已经处于开发者模式，我们回退，我们再回退，我们向下拉，拉到最下方啊，我们这里选择更多设置，我们再往下拉，再往下拉，这里中间部分有一个开发者选项，我们点击进入，然后我们再向下拉，向下滑动，那这里中间部分有一个 USB 调试，我们打开它，它会提示我们这里可能会有风险啊，然后我们这边选择我已知晓可能存在的风险啊，这里我必须要勾选，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然后我们点击确定。OK，当你这个都勾选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弹出来就已经显示这个信息，就是现在 USB 它已经调试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是选择它的充电，我们要改成仅传输文件。OK，到了这一步为止呢，我们就已经配置好了我们的一个开发者模式了啊。OK，那我们再次回到电脑端。OK，那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 ADB 那个配置也就是我们手机端的那个就是那个安卓的那个
开发者那个 ADB 模式它已经配置好了嘛？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输入这个命令，它能不能检测到我们手机是否已经连上了，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这里输入这个 ADB device 啊，它目前是连上的，但它是 offline 的一个状态。我的手机端再把它开启那个开发者模式。对，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传输文件，不能选择仅充电啊。对，这是我的手机啊，你不用管它。好，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哎，稍等一下 ，ADB，我们可以看到 version 嘛，反正它已经有设备，有 ADB，我们可以看到它反正只要有这个 ADB 已经这个版本的信息的就出来了，就证明它已经成功的安装好了，已经给连上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安装的就是这个 ADB 这个 keyboard，就它这个键盘。那这个的话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但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可以先来到这个下载的一个地址，对，我这里已经给大家都提供好了。但来这个地址之后呢，大家对着这个地方啊，它有个小一个按钮啊，我们点击 download， 然后为了下载。下载的话，这个东西比较少，就17 KB 啊，下载到了本地就长这样啊。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玩意呢，给它用数据线 USB 把它传输到我们手机里面，然后就像正常的一个手机应用安装。下一步啊这样的。那到这一步呢，我就用我们再回到手机端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安装嘛，好吗 ？OK， 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手机端安装安卓的键盘。首先，我们把安装包已经通过 USB 数据线传入了这个手机，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点击左下方的这个安卓安装包。我们点击这个安装包之后呢，它这个安卓的那个键盘安装包，然后我们点击左下角允许，我们点击继续安装。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3个小点，再选择单次安装授权。OK， 到这里为止，我们点击完成，然后我们退到主界面。好，我们再选择设置左下角的，然后呢，我们再选到最下方的有一个更多设置，我们打开第二项语言与输入法，我们在这里选择输入法管理，因为目前的一个输入法是搜狗的。OK， 我们在下方看到我们的 ADB keyboard 已经安装进来了。我们把它构成起来，它这里会提示呢，可能会有一些隐私的一个风险。那这里我给大家演示呢，我肯定要点确定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酌情选择。我们点击确定 ，OK， 然后我们回追一下，我们再来到当前输入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上方就已经有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安卓的这个键盘，我们点击它。对，到此为止呢，我们当前的输入法就成功的切换为 ADB keyboard。OK， 那手机端的一个配置到此结束，我们再回到电脑端。OK， 那到这一步呢，我们手机端的那个安卓这个键盘还有它的输入法都已经配置好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又看一下它的一个当前输入法有哪些。我们输入这一条命令啊 ，ADB shell LIME list -s， 我们点击确认。它目前还没有在线，不好意思。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ADB device 它就不会再 offline 了，它就已经连上了，对吧？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下我们刚才的这条命令啊，这一条就是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我们的手机啊有哪些输入法。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百度的输入法，有这个讯飞的输入法，对吧？以及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安卓的这个 ADB keyboard 这个输入法。看到这一条我们就知道已经配好了 ，OK， 没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开始正式的去启动这个服务啊。它是分成2部分嘛，一个是手机端的一个服务端，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客户端。那么其实这个服务端的话呢，它是可以共用于这个手机，或者是说就是那个电脑嘛。目前我只给大家演示手机好吗？我们输入一下这条命令啊。这个命令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小，我放大一点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嘛，首先呢，是派人去启动这样的一个模块，它的入口是这样的一个入口啊。然后模型的话呢，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路径，因为我是把它下载在我这个 Modus 这个路径上面，对，然后呢，你要索引到这个最底下这一层 ，OK，然后呢，这个服务的名字你自己可以去命名一下，但是我觉得这里就保持跟模型名字一致就好了啊，这里我还是那个4笔的模型，对吧？然后底下你要去信任这个远程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模型长度，这个长度需要着重提一下，因为呢，你在手机端和在电脑端这个参数设置是不一样，有技巧的。本期我们在手机端我把它设置成24576，其实已经够大了，还行。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参数直接关系到你就是显存的一个是不是会溢出因为它如果你太小的话呢，它是要怎么说呢？就是它截一张图可能就显存就溢出因为我们这个模型，我们整个项目它分析的流程还是通过它去动态的去截图，然后给大模型去分析，然后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分析出结果之后呢，它的产生特定的一些操作的动作，比如说点击比如说输入比如说滑动诸如此类的。对，所以你这个东西理论上呢设置是越大越好，但是呢，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显存条件来，好吗？然后下面一个参数呢，就是这个 GPU 的一个利用率，这还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嘛，它关系到你显存是不是会溢出。那你可以看着呢，就是你这个数值可以在你显存支持的条件下尽量提高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速度会更快一点，但是也不能太高。如果你太高的话，显存溢出的话，当然你就给它适当调低一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命令。那我其实要把它复制，我们去执行一下。好，我们首先来到我们的那个文件夹，这个是 mobile， 然后呢，这是 v3.5不要签错了好，3.5呢，我们再来的这个 mobile used， 这是手机端。这个是之前用的，我们可以删掉不管稍等一下。再从头演示一下，这样会好一点OK，你进来这个文件夹了，就是这样的长这样。那你接下来要做的是，首先呢，我们在这里刚刚已经把这个命令给它复制了，我们在这直接输入然后我们点击回车，好，它就开始启动了，它把服务端会启动起来，我们要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 VOAM， 代表它已经开始在后台运行了。对，然后它就会去本地去加载我们这样的一个下载好的4B 的这个模型，对吧？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显存变化，可以看到刚刚显存还是很低的，现在一下已经来到了 11.8G 了。等一下，等再加载一些内容进去呢，它会来到更高，将近有15G 我之前最高的时候就是15.5大概就是已经很极限了，对这台型号而言。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是14G 的一个显存的水平，它还正在加载。对，它在捕获这个酷打的这个动态的一计算图。对，目前就已经来到15.5、15.6了可以看到对，到此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 application startup complete 就代表了整个服务端它已经成功的启动了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服务端就已经成功启动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启动这个手机的一个客户端了。那客户端的话呢，我们可以再重启一个全新的 WS2 的一个终端窗口，但我们刚才这个窗口千万不能关它是服务端，它要一直那边去守候OK，那手机端呢，我们那个客户端我们应该这样去处理首先呢，大家跟我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点击，我们重新开了一个对话，对吧？为了我们看得更直观，我把它分屏处理一下。我们来一个垂直分割吧，OK， 然后我这边切一下，对，这样的话我们左侧就是服务端我稍微缩小一点也能看清OK， 然后呢右侧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客户端。首先我们要做的要记住，我们要激活这个虚拟环境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的，不要忘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激活环境说，我们就要来到这个目录夹下面还是来到这个目录夹下面首先
对，然后呢，它是有500 agent，我们再来到这个 mobile agent 的 V3.5 吧，目录我都可以背下来了。对，来到这里之后呢，再来到这个现在是 mobile use，OK，它就已经进来了。对，来到这个目录呀，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 ADB 它的一个安装目录身在哪里，因为呢后面要填的啊，要填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目前的一个路径是在1盘上面的一个这个位置，这是我之前安装的一个地址啊，在这里。对，然后你要把这个地址呢给它复制到这下面来。那这个字体可能有点小，我给大家再放大稍微看一下啊。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清楚啊。那这个脚本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用 Python 去执行这个脚本，然后后面是它的一个入参。刚刚这个 ADB pass 的就是我命令行返回的那个路径啊，大家根据你自己返回的路径把这里去填充好啊。第二个呢就是 API key，因为我们这个是部署本地的模型，所以这个 key 原则上是可以不填的，但你也可以随便填一个吧，就比如说任意选一个数值填进去都行。然后底下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基础的 URL。这个是我们服务端的这个启动的，它有一个路径，它是有一个地址的啊。反正你填这个localhost 8000，然后 v1就好了，因为它是适配 OpenAI 的这个 API 的格式的，好吗？然后模型的话呢，我们本地是什么模型，我就填什么。这个我还是刚才那个4B 模型。然后重要一点的就是这个 instruction，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给这个客户端提的一个任务要求了，你要让你的手机具体给你去完成什么任务。比如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演示的，就是让他去对比啊，就是去算那个粉丝的数量嘛，就是抖音啊、小红书啊，我这里也自己给他草拟了另外一个任务啊，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把这段代码给它复制下来，对，然后我就在这里面去执行，来，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我这个任务是什么呢？我是让他去打开相机，然后去拍个照，然后再推到桌面，然后再去进入谷歌浏览器去搜索一下纳斯达克，然后再推到 Home 界面。对，然后后面我还加上了一段话，那这个也是我实际中的一个经验，就是让他去，到了一个边界的时候，他已经处理完了，就让他去退出，这里一定要有这个 terminate 这个动作去结束，不然的话呢，我实际测下来呢，这个4B 的模型呢，它是有些刹不住车的啊，它会一直往后面去执行，就你任务完了，任务结束了，它还在后面执行，这样的话就浪费算力，没必要，对吧？OK，那我这个命令已经抄好了，我就点击回车。然后现在为了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了，我打开手机端投屏，大家都会看到啊，现在我手机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我缩小一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它现在已经进入相机了嘛，对吧？看它会不会拍照。哦，它拍了一个照，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它会不会退出啊？我们观察右侧，右侧呢是那个，哎，它退出了，它退出了，对，然后看它会不会进入谷歌浏览器啊？左边是服务端的一个日志，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断在命令这个缓存嘛，对吧？对，它现在已经进入那个谷歌浏览器了，大家看到会不会输入纳斯达克啊？反正它速度的话，我感觉还是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我这个显卡算力毕竟有限啊。对，哦，它这一步没识别对，它退出了，它没有去搜索纳斯达克啊。我们稍等一下，它自己会有一个纠错的机制。对，哎，它又重新进去了啊，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我看它会不会搜索纳斯达克啊？稍等一下，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已经开始在输入东西了。然后那底下是安卓的一个键盘显示出来啊，这输入法已经变了嘛？对，它已经输入纳斯达克了。
而且输入的一个字都不差啊，还是很准确的。大不像我们之前那个 Flow Driver， 就是上一个那个 agent， 我给大家介绍的，它的这里是少打了一个 e。对，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成功的搜索出来纳斯达克。对，虽然中间走了点弯路啊，但是还是字典会纠错的。然后看它会不会再退到主界面呢？啊，它已经退到了那个谷歌的主页面。那看它会不会自动结束呢？啊，然后稍等一下，它的处理。OK， 它已经按下 Home 键回到了桌面。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最后一步，它会不会终止到这个流程？OK， 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黄色的 terminate， 就是整个流程就结束了，而且执行端的是成功的。然后左边的服务呢，服务端的话，它也那个缓存也不断的变高嘛，就在利用率变高，就是不断的命中缓存。OK， 那整个流程手机端流程的执行就到此就已经结束了。OK，那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些细节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相对于还比较顺利的。那你在手机端执行在电脑端执行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呢是我实际就自己掉坑爬坑去总结出来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要修改源代码的一些地方啊。首先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UTS 这个源代码它的436行这个位置我们来找一找啊。稍等一下，我们还是把它变成单中端嘛，对，然后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直接这样进嘛，好吗？Mobile Agent， 然后呢 V3.5， 对吧？然后这有个 Mobile Used， 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脚本 UTS， 我放大点给大家看啊，要改哪里了？改436行这个位置，拿快一点，436行的436行这里，就是这个地方要加上这两段代码，那为什么呢？它初始是没有这两段代码的，就会报错。因为什么？因为它会默认在你的路径前面加上这样一个 files， 然后双斜杠，然后实际中我们的 Windows 或者是 Linux 在这个 在这个 WS2 里面是没有这个路径的，就会报错。所以要记住加上这两行代码啊，我再放大点给大家看，就这两行代码要给它加上去，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点的话呢，也是个很重要的参数，叫做 history。那这个参数它就是用来去保存你就是你之前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截图，因为它要给大模型去分析嘛。它默认是4，就是你每一次处理做出决策的时候呢，你会参考你前面4张截图。那这个参数对它显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你显存不够，你这个参数稍微设大一点就会爆了，就会溢出了。对，尤其是你手机的一个那个截图可能稍微小一点，你电脑端一个截图那就更大了。所以这个参数我建议大家是把它就是设置为1或者是0，但实测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防止它的一个显存溢出的一个方式我给大家找一下，在什么位置它首先是在这个脚本里面，它是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是在337行，还是这个 UTS 这个脚本，我这地方已经改成1对，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对。然后还有一个点，但也是容易报错的，它什么呢？大家在这个还是这个脚本这个 UTS， 我们找到553行，553行的对，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它默认的模型并不是这个这个我要改成我们自己本地的模型，因为我是下载这个4B 的嘛，对。然后呢，它初始的这个模型是叫做千问的那个 Plus， 就这玩意，它初始模型就这个东西要改过来，把它改成对应的模型就好了。对，这也是一个点。然后呢，除了这个点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脚本的地方，它也要改，也要把这个模型给改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脚本，在56行，哪个脚本呢？就这个 Run GUI 这个脚本我们双击打开。
大概在56行的位置，对，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参数叫做app 这个 resolver model， 它默认这个地方它也不是我填的这个我下载的这个本地模型，它填的是那个千问的 plus， 对，所以这两个地方你都会给它改掉啊，都会给它改掉。那这几步你都改完了，你就可以像我刚才演示的这个过程一样，你就比较丝滑的可以跑完整个流程。对 ，OK，那到这里为止呢，那本期的一个分享的就这手机端分享就告一段落了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不只有手机端，还有电脑端，还有那个啥浏览器端的，所以我是准备后面可能分就不同的期给大家再介绍。本期主要是讲手机端，OK，那大家如果对我的那个内容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给我关注。点赞、转发，支持下我的一个创作，确实创作也不易啊，好吗？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谢谢大家。